到赌场来比赌，这是班门弄斧吧？我刚才听他说他叫尹落霞。对啊，怎么了？来了千金台，当然要赌。赌，学堂之内赌艺精湛的，莫非要把老七找来？不用劳烦小先生了，在我千金台还缺会赌的人吗？这百花楼的风姑娘还有1刻钟就要奏曲了，我都没听着啊！给我抬回去！你们俩好大的狗胆，我说话都不听了吗？抬回去！谁叫你们把我抬回来的？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天说吗？哎呦！哎呦！谁？下！哎呀，我说涂婉啊，这个风姑娘那个曲儿就那么好听吗？你是一日一日的听啊，怎么就听不够啊？那怎么能听得够啊？涂总，我跟你说，像你这种俗人，你就永远都不明白。这涂大爷和涂二爷长得真是不一样啊！嗯，不要吗？迟早会一样。涂婉啊，你别跟我说话，烦你！有个姑娘，那个姑娘说要跟你较量一下赌术。我没兴趣，你抓紧找人把我送回去吧。一会儿风姑娘都开始奏曲了。怎么，涂二爷是怕了？你看看，我怕了。来，让我看看是哪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说我怕了。姑娘，想赌什么？嚯，这人是学变脸的吧？果然还是美人最可怕呀！升官图、叶子戏、马吊、天九螺旋城还是比大小，随便你选。哎呀，姑娘会的可真多呀！那咱们就比天九。大天九、小天九，此乃是天启城的千金台，天下第一城的天下第一大赌坊，自然就只有大天九。好，我做庄，两人决。我看啊，那边那两小子这么感兴趣，不如一起过来玩吧。我们若是赢了呢？呀呵，想从我手上赢牌，你做什么春秋大梦？话不能这么说，有些规则还是说清楚的好。您说是吧，柳叶公子？赢了，这出事就算你过。可要是输了呢？那酒和肉也分你们一份。好买卖，来吧，二位请吧。出门、天门、末门，三位怎么挑？末门。天门。那就出门。怎么听起来不大吉利啊？姑娘，怎么年纪轻轻的想不开学赌啊？这赌可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一旦沾上，轻则穷困潦倒，重则家破人亡。这么多年，我只见过一种人靠赌博活得滋滋润润。哪种人啊？开赌坊的人，嘿。开赌坊的人心比狗黑，杀人不见血。大爷，他骂你。他骂他自己。那你今天就能见到第二种人。听姑娘这口气，好像赌王似的。怎么样，三位都准备好了吗？来吧，来吧。来，看看我的牌如何？怎么样？哇，36一只鹅，神仙救我！牌也太小了。怎么听起来更不吉利了？的确没有比这更不吉利的了，因为你配出了少有的最小的牌，不管庄家是什么牌，你都会输。
你还是回去酿酒去吧。嗯。哎，你的肉好像糊了啊！哎，让我看看你的牌。牌不错。天王和天高九，还真配你的天门。你们这黑话我也听不懂啊，听起来倒是挺霸气的。怎么样，你能赢吗？你把我的牌掀了，庄家还没亮牌，我怎么知道能不能赢？哎，别劳公子费心了，自己来。哈哈。双地妈梅，好牌。哎，不算最好的牌，不过赢我是绰绰有余了。你呢？妈人，好牌。的确是好牌，不过不如庄家的双地，也输了。姑娘这牌啊，确实不错，但是就是可惜，这只是我的小牌。至尊宝，至尊宝都让你做到了。这什么运气啊？怎么可能？难道真的是他？不敢想啊！赌徒们一辈子也难碰到一次的至尊之牌杀一切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能配出至尊宝。至尊宝，好牌。涂大爷怎么如此惊讶？那个姑娘，她出千了。涂大爷看到了。我若是看到了，她这双手啊，无论如何都得留在千金台喽。既然没看到，为何认定这姑娘出千了？因为涂晚她出千了，她坐在下面，就没有人能抓到至尊宝。可涂大爷不是说，在千金台内，从来不会出现出千的情况吗？抓到的叫出千，抓不到的都叫实力。哎，你要不要看一看你的肉烤没烤好？啊，你去看看你的酒酿没酿好。对，走。徒儿爷，怎么说？敢问姑娘，尊姓大名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叫做尹落霞。涂大，你耍我玩是吧？我也以为是骗子嘛，这不是把你叫过来验验成色吗？另外，你输的不冤。毕鼎之，他很出名吗？她呀，是昔日赌王之女。那年赌王在北离的第3大赌坊青州逍遥楼内输给了男爵来的连如烈，几十年的身家被一招洗空了。第2日，他的女儿便坐上了赌桌，连胜3局，重新夺回了赌王之位。那年他才10岁，个子不够高，是坐在赌王的肩头上赌的。嘿嘿，原来是小赌王，在家技不如人，甘拜下风。咱们改天再赌过啊！赌就不必了。我过出世了吗？能在千金台出千，也是本事。过。考生尹落霞过出世。敢在这么短时间内选择酿酒参加比赛，不是天才就是蠢材。希望你是前者，这样我们就能做同窗了。为什么他走之前还得损我一句？想点好的，他是在鼓励你。哦，信你个鬼！你这是要干嘛？让他睡一觉，我也睡一觉。
进去有多久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你看看这么久还不出来，这么长时间了，这搞什么呢？不是里边到底什么情况？怎么还不出来？一个时辰到了。不，还没有。可我看这香已经烧了过半了呀。这不怪你，这周围的时间、空间流转，都因为某些原因变得混乱了。我刚才明明倒了一杯啊，怎么空了？是奇门遁甲。奇门遁甲？没错，学会奇门遁甲，来人不用问。此方天地一切逻辑，都由布阵者决定。我的菜怎么糊了？我的花呢？这怎么了？这阵呢，我就不破了。有此等功力，可过。诸葛云，在公子面前献丑了，谦虚了。他姓诸葛，姓诸葛，代表了什么？代表了很多。就像你姓百里，就代表了一些东西。考生赵玉甲，就变个戏法吧。又来个变戏法的，赵玉甲，我还赵玉珍呢。公子，不是我说，你这定的时间也太长了吧，1连6个时辰，哎呀，谁受得了？时间掐的倒是挺准啊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叫熟能生巧，多被师傅打几回你就知道了。我看你的羊腿也快好了。可不，就等你的酒好了，便是美酒配佳肴。还剩最后半个时辰。到时候了。好香啊！考生李信，交卷。看来你晚了一步啊。这个人的酒要是比你那好喝，就没戏了。没有人的酒可以比我的酒好喝。你很自信？那是必须的，因为我和那人约定好了，他做那剑中天，我当这酒中仙。未来酒仙的酒，怎么可能输在这种地方？你也还记得？
我，百里东军，铜球考。这就合适吧。这位考生，现在场上就剩你一人，你、我，还有涂大爷，不如我们3人一起评判这场对决，如何？求之不得。这酒香啊！好酒，比我们千金台的金银水也毫不逊色啊！不错，确实好酒，酒香醇厚，入口绵柔，不是凡品。那就尝尝另一杯吧。这酒晶莹剔透，也没有什么酒的香味儿。如果你不说这是酒，我还以为是水呢。不过闻起来倒是清香沁脾。好清甜。百里东君，这酒叫什么名字？过早。过早？为何叫过早？因为它本可以酿很久，却为了让人提前喝到，过早的拿了出来。不过这陈酒有陈酒的香，过早的酒也有过早的清爽。而这一杯并不适合嗜酒之人，更适合温柔的女子或者清癯的老者。酒有千百味，并非其中某一味就是最好的。灵素，再给我倒一杯。这位小兄弟，我能不能再来一杯啊？欲求必有。同样是一杯涂大有点贪心啊！好熟悉的味道。涂大爷喝过这过早酒？我不知道什么叫过早不过早，我只知道这酒里啊，有娘亲的味道。从小娘亲每年都会给我酿这种酒。我想我的娘亲了，失态了，失态了啊！这酒也让我想起小时候，竹马成双，早得刚刚好。东君，你说这酒适合温柔的女子和清癯的老者，可现在看来，像涂大爷这般豪情的男儿，还有叶鼎之这种漂泊行客，也爱这酒。人有百态，酒中千味，谁知道恰好选中哪一位呢？好，这酒呢也喝过了，那就让我们来尝尝，这肉如何？我这里也是，欲求必有。柳月不让我进，你们也不让我进，我还是他师兄呢。哎呀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还不出来？柳月这家伙不会整我吧？尝尝吧，诸位。
再来一块。这羊肉似是芒果的。芒果？叶挺之，你去过芒果？北蛮吗？去过的。我之前有幸参加过他们的祭神会，这羊腿足足烤了6个时辰。叶挺之，你不单单只是去过，而是在那待过一段时间吧？这羊腿的火候、步骤，可不是去过的人能够烤出来的味道。是。在我心中，游历一个地方，并不是走马观花的看，而是要真正的融入到那里生活。没有几年的一起生活，怎能算是真正的游历？叶挺之，没想到你年纪同我差不多，经历到如此丰富。我最北去过北蛮，最南去过南绝，西面游历过大小佛国，东边也曾扬帆出海。这世间之大，我只怕去的不够多，去的不够远。哎，你还真像我儿时的一位朋友啊，说他还活着，一定同你一样潇洒自在。所以，柳月公子什么时候能给我个答复？关于方才这酒，相信在座的诸位心里都应该有了答案。胜出者就是百里东君。他那酒的酿法不过是寻常米酒罢了，我的可是你们学堂偏袒徇私。你的酒的确是好酒，口感醇厚，那是为何？可这酒，即使是再厉害的酿酒师，也需要半年才可以酿出这味道。可你却用了短短6个时辰，就酿出了这味道。灵素，查查它。公子，此人应是用壶里的酒替换了现场酿出来的酒。名字里带个信字，却做出如此卑劣之事，赶出去！来人啊！走，放开我！不公平！你这样不公平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不管你们什么规矩啊，但是我觉得小兄弟这过早酒就是比他那杯好喝。既然这酒已经判定了，我的肉也已经吃过了，那便请柳月公子也给个评判吧。学堂出事，时辰已到。百里东君，叶鼎之，过出世。柳月啊，你果然没令为师失望啊！100位只剩下16位，正好，正好。师父吩咐给的任务，弟子自然是要尽力完成。辛苦你了，那你好好休息休息啊。接下来的中事呢，我让雷儿和莫武去做就行了。不，弟子愿意去。这可真是破天荒了。你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件事情感兴趣了？因为这次大考，出现了很多有趣的人，所以弟子很期待他们会为学堂带来怎样的惊喜。而且什么？我想收一名做弟子。真的？哎呦，那以后咱们师徒俩会不会争起来？不会。徒弟自然是抢不过师傅的，更何况他们中有人武功很高。有多高啊？高到我没资格做他们的师傅。
求。草民叶鼎之见过亲王殿下。都说这秋露白是碉楼小筑的第一美酒，来，你也尝尝。怎么还没写啊？对啊，不过就参加个初试嘛，至于吗？哎，叫不醒呢。百里东君，过几日就要中试了，我来问问你，初试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想结识的朋友，或者不想遇见的对手啊？此话何意啊？回答我便是。叶鼎之，我不想跟叶鼎之成为对手。叶鼎之，他也不想遇上你。为何？知己相惜嘛，有点像你当年和顾老三的意思啊。哎。你是聪明人，相信你应该知道，本王这次找你的目的。承蒙殿下错爱。哼，是不是错爱，日后自有分晓。若你能助本王成事，名声、权力、富贵和女人，本王都能给你。我不需要这些，我只需要一样东西。哦，是什么？我要的东西，殿下一定有。好，只要不是玉玺，就都好说。不过你要的是玉玺吗？当然不是。行，那本王就提前答应你。好，那我就提前多谢殿下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大将军叶宇自恃功高，以权谋私，不敬圣人。有人检举，岂有通敌叛国之嫌？然念其昔年护国有功，超满门，族人流放，业余带走面圣，亲子。叶将军，还等什么？还要本王亲自请你接旨吗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欲加之罪。报，这是在叶将军府中发现的与敌国往来的信件。证据确凿，何为欲加之罪呀？爹，爹，还等什么？带走。哼，亲王，我要的怎么会是玉玺呢？
弟子落霞，展幸平安。我近日密访北离天启城，恐自身身份另生事端，故借用子之身份行事。情况紧急，来不及同子细说。此行也多亏当年同阿紫学得一二把戏蒙混过关。他日定携美酒拜访，童子开怀畅饮，以谢今日。妹，月瑶。小大件啊！我要这个红色的小老虎。可以呀。客官是来买东西还是来当东西？月瑶小姐，你怎么还扮上大掌柜了？各中细节我已写在信中，劳烦您将此信交给落霞姐姐。小姐请放心。齐轩，怎么是你？是。你故意向小姐泄露行踪，你在提醒小姐，我们来了。难道小姐不才是天外天国主之下真正的主人吗？她应当知道我们的行动。看来我出天外天之事已经被吴相士知道了。他既已知道我的动向，想必齐轩此行也是为了百里东军而来，就是不知道这次来的人是不是只有齐轩一个。也罢，无论如何，也是多一分胜算。你来了。明日开始便是中试，今日之后，我不会再来传授你内功了。落花流水，学完了吗？傻小子，哪有武功真的叫落花流水？那是我胡编的。这门功夫是你师傅独创的，叫秋水诀。秋水诀。秋水时至，百川贯河，径流之大，两寺主崖之间，不变牛马。你师傅年轻时云游天下，
于秋日睡于大河之畔。是夜梦入河川，与河伯对话。第二日，便创下这秋水诀，以自然之气牵引内力，如江河般滔滔不绝。这么厉害！在我心中，天下间有3个半妙人。哪3个半啊？第一个，就是你师父如仙古尘，书读万卷，能换万千，仿佛世间没有其不能之事。这第二个嘛，就是学堂李先生。只不过我这个人比较讨厌俗气，因为太多人崇拜他、敬佩他，所以我反而讨厌他。不过他曾经私下无榜，并扬言天下间没有人可以平定于他，倒是件好不俗气的事情。所以他也算个妙人。这半个就是国师齐天辰，他本是通天，可以媲美吕素贞之人，却因在朝因为一顶国师的帽子被压着，平白少了一半的仙气，所以他只能算半个。你只说了2个半，另外那一个呢？我自己啊。你也太不要脸了吧！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接下来的中式便是力量对决。不过这次的规则是可以组队，所以我建议你选。我自有我的打算。可你若按照我的选择，必然可以走到最后。学堂大考等闲人不得入内，你怎么了解这么清楚？我本就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，倒是你比我想象的要笨，竟然还没有猜到我的身份。白小堂？没错，我就是白小堂堂主姬若风。若风？你怎么跟萧若风是一个名字呀？哼，没想到你倒问住我了。我和他虽然同名为若风，可他是乘龙之风，有人想借他的风登临9天破云化龙，而我是无影之风，无地可寻，无从可握，却又无处不在。我们并不相同。这什么情况？乘风踏云步。很期待接下来你在大考中的表现，只是千万别死了。学堂大考也会有生死较量。你太小看天启城，也太小看学堂大考了。是我太小看这天启城了吗？我从不小看任何，我只是觉得，当我手持长剑，我便是那个能走到最后的人。老千，你觉得这次参加大考的人怎么样？除了叶鼎之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人值得我们注意。虽然他还没有展露其他的本领，但是光是名字，就已经足够让人遐想的了。谁啊？诸葛云。诸葛。不会是那个诸葛吧？这世上会奇门遁甲的，除了那个诸葛，还有哪个？百里东君他……若是东君他学成归来，安然无恙，我便拿给你解药。而若是期间出了什么意外，中了温香暖玉的人，会死得很舒服。雷师兄，你对百里东君的关心比我这个推举人更甚，这很不寻常啊。有吗？哎，没有吧？毕竟他帮过顾老三嘛。
互相帮助。放心吧，现在的百里东军也不只是我们看到的百里东军了。